是，嗯对。行，那个第三个主题啊，第三个主题是想聊一下关于婚恋观，这个是我对在有跟每个同学都聊的，因为这些话题，因为相对于刚才那两个话题，它其实都是非常特异性，针对个人的嘛。这个话题就是更一般性。第一个话题就是你怎么理解爱情？你觉得爱情是什么？哎呦，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。我对爱情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，就是我觉得它跟其他的那些类型的感情是差不多的，就本质上都是同一种东西。是本质上都是爱，可以这么理解吧？它或者还是有本质上都是一种浓烈的情感。爱情更浓烈吧，就是别的感情，比如说你跟友情，友情你一个好朋友，你一年不打电话也还好。不，我可以一年不给他打电话，但这不代表我们之间的情感不浓烈。对，但是情侣之间肯定不能一年不打电话。是这么回事，因为其实你非要说一年不打也可以，但是如果我给了你一年不打电话就能骂他一句的权限，你是不是会选择骂他一句，而不是就这样过了？可能都没有机会骂了，就是你像比如说异国，很多分手，就算打电话干嘛还是分手。确实你说的对。对不对？我相信可能你周围也有朋友们，他们就处在异国的状态。如果你跟他们聊一聊，就会发现其实挺困难的。是，异地肯定很困难。对，异地很困难，对吧？更不用说异国，就是，所以他一定，对啊，这一点是显著的不同。还有包括就是说，你可以有很多的朋友，但你不可能有很多的恋人，就是，对吧？然后还有包括比如说，我们有时候觉得一个人很优秀很好，你很想跟这个人做朋友，不代表你想跟这个人成为恋人，就是到底他是什么东西区分的这样子不一样呢？就是喜欢他的这种喜欢，对吧？你可以说你喜欢你某一个朋友没有任何问题，他跟你说你喜欢某一个人，就是那种伴侣性的喜欢，他肯定不是一个东西，不完全相同，它有相同的部分。那是什么呢？我不好说是那是什么，但是我个人感觉是一种味道，就是能闻到一种不一样的味道。我可能是够吧。你要是从一个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也没有问题。每个人，男生女生，他都其实从生物的角度来讲，他都散发着自己的你说的气味也好，取决他自身的这种，比如说荷尔蒙啊各方面。那有一些可能是基因上讲是吸引你的，有一些基因上讲不吸引你的。你要这么解释，它也是一种味道。是，所以我确实感觉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基因上的，就是你看到这个人，你觉得他跟他相处起来蛮舒服的，就是你待在他边上，你就觉得挺舒服的。就有些人你待在他边上，你就觉得浑身不自在。但是待在跟他相处浑身不再自在，这个就很自然，连朋友都没得做，这个没什么好说的。但是你跟这个人相处待着或者相处很舒服，他还是有可能只是朋友啊，或者甚至好朋友啊。对不对？就像女生常见的，你作为一个女生，你肯定也有这种经历。有一个男生说喜欢你，然后你就跟他说，其实我觉得我们更适合做朋友，对吧？你肯定遇到过这种情况。那你回想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到底是什么？肯定不是说这个男生不优秀，我猜啊，就是我明白你的那是什么东西呢？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不清楚。不过我能够说的一个点就是，我会同意的表白，是因为他们喜欢的是真实的我，就是有很多男生给我表白，他们说他们喜欢我，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东西，但是这些东西，就比方说因为我的一些特性，比方说因为我看起来很酷，因为我在有一些方面的看法非常的犀利，这些点
对我来说，因为你会给电脑装 U 盘。你继续。就是这种，我会觉得是我们更适合做朋友，因为这些东西我不是每天都会，就不是经常都会发生的。然后，如果我要跟你待在一起的话，那必须是我身上有一个自然的点吸引你，然后就是他在日常上善良、阳光。我就举个例子。对，就是类似于这样。比方说，你可以说，因为我看起来，我一看到你就觉得你很可爱，我每次看到你我都很开心，就这种点是我觉得适合去谈恋爱的。但是如果是因为你的思想很有深度，我不是说你这种，就是不是你这种一直在思考的，而是比如说我也没有一直在思考。就比方说我发了10条思想非常有深度的说，对方看了大为惊叹，然后觉得哇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我要问问他能不能当我女朋友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好奇怪呀、就是这个动机很奇怪，就是思想有深度是想，我不知道。就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我每天都能做到的事情，就是发一些有深度的说这个事情，不是我每天都能做到的。但是比方说，我觉得如果我喜欢一个人的话，他说一些很没有营养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也喜欢听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对不对？我希望他们听我说这些没有营养的东西，而不是因为我说了一些有营养的东西，他们觉得哇这个人脑子太好了而喜欢。对，就像好像比如说，你一个人不可能只有他高光时刻，是的。甚至高光时刻其实一个人漫长生命中少部分的点。对，我觉得你说到点子上了，就是我觉得你不能因为我的高光时刻而喜欢我，而是因为我可能出现在你生命中太多次，你看我越来越顺眼了，这样子喜欢我，这是没问题。是。然后有时候我觉得，虽然说我不停在问为什么，但是我对喜欢的理解是，我没有办法解释我为什么。如果我喜欢一个人，其实我很难去解释我为什么喜欢他。因为假设我说，我喜欢你是因为1、2、3，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要给我拉一个符合这个1、2、3的人条件呢，我就也能喜欢上另外一个人呢？你别说，这还真有可能啊，我觉得。为什么不呢？如果说我在跟这个人没有建立这种情感关系之前是有可能的，但是如果我跟这个人建立这样子的情感关系之后的发展，其实就变成了一种积累。是的。因为双方共同的回忆和经历，使得再出现一个符合这个1、2、3的人，也没有办法了。对。就好像你玩游戏一个角色，你在还没有转职之前，你现在的属性值可以转成什么法师，什么弓箭手。但是一旦你转成法师，选择了法师，就算将来给你出现一个更好的成为什么弓箭手的机会，你也不会再选择，因为你在法师这条道路上就一直走得越来越远。对，但是你同时也可以觉得，哇，这弓箭手还很不错，蛮酷的嘛，我2中午要玩这个。我觉得这个很正常，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正常。我觉得任何人，但是正因为我们是人，有理性，不是动物，不是像你养一条狗狗，他今天出门看到这条狗狗他就想过去，明天看到另外一条狗狗他就想过去了。正是因为人，就算他有这种我觉得这个弓箭手很酷，但是因为我已经选择了这个法师，所以我就继续走法师这条道路。没错。是，我同意。所以其实总的来讲，其实这个事情就是相当于说它的某些这种固有的特质，就有点像属性值，对吧？还是以拿游戏为例，比如说你的那个什么敏捷点，各种点是你的固有属性，但你今天拿了这个装备，明天拿那个装备，这个是在持续变化的。对啊，简单来说，就像你的朋友可能会问你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？我给你推荐。就是你会对这个类型其实是有一定的范围的。对，但是通常你说的没错，对这个类型可能是有一定范围的，但是最后的实际情况往往是，当一个具体的人出现的时候，那个条件可能就你会发现又作废了。嗯，你想，
在我看来，这个靠时机吧，就是如果你符合这个，就是你符合我喜欢的那个类型，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，如果比方说你跟我待在一起的时间多，或者我们有机会一起出去玩了，我们经历了什么，然后我们可能会进行。是，就是相当于两个条件，一个条件的话是首先要符合这种基础的方向，是的。另外的话你是需要有这种客观上的这种共同接触的机会。否则如果就算你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但是我没有交集，没有接触，我也不是说非得。你说的没有错，因为你就想有时候我们一天擦肩而过的很多人，就就潜在的有可能是非常适合你的人，对吧？但是因为你就擦肩而过，就没有任何的交集，我理解了。第二个问题啊，就是那你怎么理解婚姻啊？婚姻的话，我感觉就我感觉它是一种工具，它就是因为这个是人类社会定义出来的东西，所以它是你需要在社会里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就需要就像办一个证儿一样，就比方说你要住在你需要一个文凭。对，就是你比方说需要住在别人的房子里，或者要生小孩儿。对，或者你要跟别人一起买个房子，那它需要你需要一个前置条件，就是结婚，那你就得去结婚。对，那你觉得，比如说有一天你选择结婚的时候，那原因最可能是什么呢？因为你看，有很多同学或者有些人，他就选择不结婚，他可能有恋爱关系，但他可能选择不结婚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催婚吧。因为催婚所以不结婚？不是，因为催婚所以去结婚。如果我们不考虑催婚这个因素的话，你觉得一个人选择不结婚是什么原因？选择不结婚吗？对。选择不结婚，说明他不想住在别人的房子里，也不想要孩子，那就是没有什么需要非要这张文凭的，为什么要去考呢？所以说，就是说，婚姻的目的就是，比如说要买房，或者说要生孩子，可以这么理解吗？我是这么觉得的。就不会有，比方说，就因为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人，对方也很喜欢你，很喜欢你，就也有可能吧，但就是我感觉这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关系。就我觉得婚姻和爱情，它从自然的角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，因为婚姻并不是两个自然的生物。自然该迸发出来。我懂你的意思，就是动物世界就没有婚姻这回事。对，如果你想，就是因为婚姻这个词被提出来了，所以可能有一些浪漫关系，他会觉得，如果我们走向婚姻，这将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。但如果婚姻这个词没有被提出来，他们也可能用别的方式去纪念我们的爱情，对吧？比方说，他们可以一起去旅游，或者假设他是个原始人，他可能会在石头上面一起刻自己的符号。他们也可以没有婚姻了，就这个事情跟婚姻本身没什么关系。我懂你的意思。但是现代人提出了婚姻这个概念，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把这个当成一种，也是一种很多人会选择的纪念的方式。是，而且有很多现实意义上的考量，就你刚刚讲的法律上的考量，比如说买房，甚至涉及到遗产的继承这些东西，对吧？因为那个伴侣是在遗产继承里面排第1顺位的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不知道。第1顺位是伴侣，第2顺位是你的子女，第3顺位是你的父母。哦，这样子。对。然后这个我懂你的意思，所以总结来讲的话，就是相当于在你的理解里面，就是婚姻这件事情，它更多的是一种出于现实考量的需要。就同样拿学习这件事情来比方，对吧？你学很多东西是因为你想学这件事情，你有兴趣，而不是为了得到谁给你一个认证。但是文凭这件事情，是因为它能带来一些现实的东西。你找工作，大家要看你的文凭，对吧？你干嘛，大家要看你的文凭。就是婚姻这个东西，结婚证这个东西，更像这么个东西，对吧？它不是你，它并不是你一个，怎么说呢？
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它跟感情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个概念。但是如果我妈催着我去考一个文凭，我可能也会去考。我懂你的意思，我懂你的意思。所以就是你刚刚聊到催婚这个事情嘛。然后我遇到过一些同学，他们把爱情和婚姻是分开的。就是他觉得，可能就是比如说，他也许喜欢一个人，但是可能这个人并不适合结婚，各种原因上的吧。然后他可能会去跟另外一个人结婚。对。你觉得这种想法有道理吗？或者你觉得爱情是婚姻的必要条件、必须条件？它可能不是一个充分条件。我觉得这两个概念就没有关系，所以它肯定有它合理的地方。就比方说你想分他的财产，确实可以去跟他结婚。是，对，但是是你说的没有错，看每个人想要的东西嘛。对。是的，他跟一个不喜欢的人结婚，那肯定有他的目的。就看每个人的选择吧。就像你接受一份工作，你不一定做的工作都是你想做的工作，你有一些工作你可能只是需要一个收入，对吧？就类似这种。对，可能吧。了解。那比方说，下一个问题就是说，那你对于比如说你的单身的朋友们会有什么建议吗？我觉得取决于他们为啥单着。就假设他们是不想谈恋爱，那就我简单的说，我没有什么好建议的。如果他是不想谈恋爱，那就在对抗他爸妈的催婚以及他自己的不想之间做一个选择。我觉得应该很少有人说不想谈恋爱吧，他只是说觉得他没有找到他喜欢的人，对方也喜欢他的人吧。我这得分情况讨论，就是至少不是每个人都主动的想谈恋爱。就是有些人可能是，如果真的有一个人喜欢上他了，然后出于一些事情，然后跟他混熟了，然后后面跟他表白了，他可能也会接受，但是他并没有主动去想谈恋爱的这件事情，就他觉得一个人过着挺好的。我觉得重点在于这个人喜不喜欢向他表白的那个人吧。他如果不喜欢这个人，那为什么？那个时候他说他不想谈恋爱，那个是一种官方的借口，对啊，并不代表他的思想。对啊。就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喜欢一个人过着呀，就是他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有别人更好，有些人会觉得别人很麻烦，然后有些人就是你想有那种。会不会有这样一个就是总会出现某个人，你因为就很喜欢这个人，所以愿意为这个人而接受那些麻烦？那不一定。不一定吗？是我身边的自闭社恐的朋友也比较多，可能你真的遇不到这样的人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主动去遇。你的整个大学他就待在宿舍里面，然后上网自己玩游戏，课都不出门去上，也有这样的人。就是你可能就别说找朋友了，可能有很多人他甚至都不想跟别人交流。我其实一直觉得啊，就是可能是我有误解，但是我一直觉得其实没有人真正的不想跟别人交流，只是说他还没有碰到那个让他想交流的人。是我的理解有误吗？我的感觉是，就是他不一定是不想交流，他只是没有想交流。他不是拒绝这个东西，我懂你的意思，只是他不主动去追求这个东西。也许比如说某个人刚好跟他的兴趣特别相符，我觉得再内向的人，他也有表达的欲望，对，被了解的欲望。对，你如果真跟他聊上了，他肯定会回你的，只是他可能不会主动去找你。或者说我聊的东西是他不感兴趣的。对，是的。我相信就是我一直觉得啊，还是这样子，有可能是我的偏见，就是如果这个人他讲，比如说就讲
讲谈话这件事情来，就算他内向内敛，但如果跟他讲的东西是他真正有兴趣的，他还是会有很多想分享的东西。我猜测。是会有，但你想分享的东西不一定需要找对象。对，我现在都已经就是抽离找对象这件事，我就是先回到这种交流这件事情来讲，比如说自闭社恐这件事情。就如果说他真正在意的那个事情，假设他特别喜欢玩游戏，而且还是某一个特定的游戏，刚好这个人也喜欢玩游戏，他们也许在这件事情上就会有很强烈的交流的和相互交流的欲望。是的，对。如果你碰到这种跟你兴趣很相像的人，肯定是会交流很久的。对，所以那个东西就有可能会成为友情或者别的感情的一种基础和开始。对，简单来说就是你在游戏里遇到网友了，然后最终跟网友谈恋爱，这也是可能发生的。但是他们可能并不会主动去找网友，就算聊上了，也不会主动想着去谈恋爱。我懂你的意思，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像比如说你刚刚讲的，比如说相对于比较内敛或者内向的同学，很多事情都是被动发生的嘛。是的。但是蛮有意思的。然后我跟那个丁元聊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内敛、比较内向的人，相对而言。对。但是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在一起的过程，他是挺主动的。你们还聊了这？因为我们也聊了这个话题啊，同样的话题啊，是不是？你想一想，对吧？我也在问他这个问题啊。对，这也是我为什么很喜欢他，就是我感觉这个人的情感非常的强烈，虽然他可能比较内敛。就是我当时情感其实非常的不强烈，简直是波澜不惊。对。我就想起那个什么动漫里面的一个词叫三无少女，无口无心无表情还是什么无感情吧之类的。感觉就差不多是这种吧。然后所以当时其实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我会很羡慕，说怎么会有人把自己的感受读得这么透彻，并且真的很愿意这么去做。让我刚来的时候不是跟你聊过，说我可能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换成数值啊之类的，所以我对感情的接受。我知道那是在 Kevin 上聊天的时候，对，因为这一点上我们两个非常像，我也是这种人。会有一点问题，但是他让我看到了一种不同的样子，就是所以我还挺羡慕他的。丁元是指在这种爱情这件事情上是这样的，还是在别的事情上也是这样的？不是，他打游戏的时候是很上头的时候也会。所以说打游戏跟这个爱情这两件事情上是他显得比较上头的，是吧？我感觉也不是啊，就是这个人的情绪其实就蛮波动的吧，在骂特朗普的时候也是。所以他虽然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很内敛、很内向的人，但其实内心有着很强烈的情绪。对，他的这一点上是跟你不一样的。你是外表看起来内向内敛，内心也很平静的那一类人，可以这么理解吗？我其实外表看起来可能也没那么内敛吧。对，你外表其实要比丁元看起来更外向一点，是吧？他其实看起来比你。所以其实你们两个的外表跟内心其实还都是有一点点反差。是吧？我也不是说很平静，我主要是就是他就像你吃一个辣椒，有些人觉得它很辣，有些人觉得它没那么辣，我就是觉得它没那么辣的那种。对，就是你对很多事情相对而言，这件事情引起你的情绪波动没那么大。对。我懂你的意思。然后丁元更像，他的情绪能够比较波动比较大。是的。就是有特别高的值，也会有特别低的值。你觉得我算哪一类啊？我觉得你算觉得不辣的那类。就你觉得有一点辣，并且你觉得这个东西它该是辣的，所以你会去尝第二口的那种。但是有时候我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感情非常丰富的人，第一印象上。因为可能我没有觉得。是吗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比较相似，所以说你可能会这样觉得。我基本上赞同你的说法，就可能
对，所以我可能在学习，就是这一点上是我们两个可能都向丁元学习的东西，就是更加重视或者更多的感受自己的感受吧，包括别人的感受。因为如果说像我们这样子的人，连自己的感受都觉得波动不大，其实就很难去识别到别人的情感。是的，对吧？那我就猜丁元的话，也许他对别人的感受，不光是你的感受，他包括对其他人的感受，也许更敏锐一些。也许能更敏锐的感觉到对方现在很开心、很低谷干嘛。但我们这样的人可能就忽视掉了。是的。是吧？对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刚才聊来美国的最大的变化。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很大的变化的点。我以前是压根不在乎，我都不说我有没有能力去感受，我都不觉得感受重要，包括我自己的感受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就是只要对吧？就只要成功，或者说只要我实现我的目标，情感就是一种幻觉，就有点像你打游戏。就好像你跟 NPC 的聊天都没有意义，你只需要把这个任务接到，你给我奖励，我把任务完成，我就继续下一个。但我现在对这种人生的理解就变化了，就是觉得就是情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所以也许有一天5年10年我不知道，也许我就会可能更像丁元那样的人，我不知道，也许。对。但我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之中。对他那样，我觉得其实也有他的缺点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。就是没有所谓的正确与否嘛，它是一个程度的问题，就是矫枉过正嘛。你开车你不能太往右，也不能太往左，对吧？所以最后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就可能也许太靠右了，对吧？或者太靠左了，就是他可能在另外一边，所以我们就自然的想向他学习。然后我一般就是那种矫枉过正的人，就是我现在太右了，我就会想看一下太左是怎么样。就是太左跟太右我都试过以后，我就可能慢慢就找到适合我的那条道路，走在中间。对，中央气就是比如说中庸或者说平衡那种程度，其实蛮达到的。啊，你不知道有多高，不知道有多低，你怎么知道哪个地方是水平呢？对吧？行，我觉得这个话题也聊了蛮多了，下一个话题，然后聊一下 AI 吧。首先。